今天大家一起低头默祷低头默祷。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所以说我们赞美你。主日的午间，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对我们传讲主你话语当中的奥秘。所以说，你借着以下的时间亲自的做着感动与交通工作。所以说，我们求你的灵亲自的浇灌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我们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来无不得着从上而来的这样的祝福和恩典。所以说，我们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亲自的这样的来祝福、来带领、来保守、来看顾。主，我们真的希望你，主，真的是今天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主真的是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亮光，我们也将你的话语当中这样的亮光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做我们行事为人的榜样。主，我们求你，主真的在此时此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亲自的赶走那恶者撒旦魔鬼，不容他在这里有任何的搅扰。求你坚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主真的是在这间教会当中一起来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也亲自的保守现在正在网络前面看我们这样一篇信息的众弟兄姊妹们，也祝福他们无论在工作当中，无论在学习当中，无论是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都满了你的恩典。主，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再一次的摆在你的面前，无论我们在学习当中的重担，在工作当中的重担，在生活当中的重担，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等等众多的一切的压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当中的压力，完全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为我们担当，亲自为我们挑起这样的一个重担。主，因为你说过你要使我们的担子变得轻省主，真的我们要负你的恶主，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在最近的这个一个月当中我们一直在分享这个教会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是这个教会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讲座的这样一个话题当中这个是第3讲所以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教会建立的这个讲座当中这些信息当中我希望透过一些在我们教会建立过程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透过一些圣经的原则，让我们重新的来看到教会是应当如何建立的，让我们重新的摆准调整我们的位置，以圣经的这个原则为中心。让我们再一次的回想从前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所参与的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所做的，我们的哪一些是合乎圣经的，有哪一些我们是没有合乎圣经的。若是合乎圣经的，我们需要坚持；若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需要调整。让我们再一次的从圣经这个原则出发，从原点出发，反思我们从前在教会当中这一系列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是不是门神的祝福、门神的喜悦今天我要讲到的讲2个我今天会讲2个题目讲2个标题在教会建立过程当中我们有2方面是我们从前可能并不一定十分注意的我们从前可能并不一定在乎这些东西，但是实质性来说，这些东西对整个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生活着，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侍奉着，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服侍着。但是往往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我们在这个服侍中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首先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无论你是初信无论你是已经信主有很多年了无论你在教会当中你只是一个小弟兄小姊妹，还是你在教会当中是一个执事，是一个长老你是一个年长的弟兄，你是一个年长的姊妹，
你都需要明确教会的目标教会的目标。我首先在今天分享这个目标的时候在分享你要明确教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首先要提一个问题，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要思想，在这个网络前面观看今天讲到的这个弟兄姊妹，你要思想，你是否明白神对他的教会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你每一个人都自己用30秒的时间，你想一想，你是否明白神对他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是教会是什么？教会应该做什么？一共就这3个问题你都想一想每一个人，我们静下心来，花30秒钟的时间，你想一想这3个标题，神对他的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教会是什么？以及教会应该做什么？每一个人，我们就有30秒的时间，你仔细低头的想一想无论你是刚刚来教会你可能刚刚信主才1-2个月，或者什么你已经信主了30-40年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仔细想想，你知道吗？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或者是说对这个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以及教会应该做什么？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答案或许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是模糊的，是不明确的觉得有些人可能在教会里时间非常长，但是当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是一片空白。在30秒当中可能你并不一定能够回答1到2个这样的问题，你可能并没有一个清楚、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清楚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常常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明确目标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在教会当中我们虽然在神的家当中，我们虽然参与神家的各样的服事，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对这个教会的这个目标是否清晰，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反思如果没有一个目标，我们很容易被周围的这样的环境所辖制。周围的环境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挫折困扰，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服事的时候，往往举步不前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开车在生活当中开车在开车但是呢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是什么？是这个暴雨天那你开车呢这个玻璃有一点点的雾反雾这样的情况呢，使得你没有办法看清前面的道路因为为什么？太迷糊了暴雨下得很大，再加上那个车内的温度高，外面的温度低，所以你的前面的前视镜它会起雾呢，你可能就是很难看清前面的道路那么这样的，如果你继续这样行驶下去，那么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同样在教会的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若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他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他不能够完全的明白透彻的理解这个教会的目标这对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所参与的服事也好，所参与的侍奉也好，在教会当中生活也好，这个都会产生一个必然的影响常常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众人在教会当中我们时间久了可能一开始你刚信主的时候你蛮有冲劲你对教会的目标理解得非常好你明白教会的目标教会在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可能它的目标是非常清晰但是随着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流逝慢慢的人们
有一个人性的这样一个缺点，就是什么？是遗忘性。慢慢的呢，人们就忘记了目标。教会同样也是啊，慢慢的，随着教会的年龄增长，啊，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当中，当你来到教会，已经慢慢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将起初的目标给忘记。啊，当你失去了目标的时候，当你忘记了目标的时候，在做许多决定的时候，啊，在做许多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就会遇到问题。没有一个目标的教会，就是一个犹豫不决的教会。因为什么？你在雾中开车你看不清，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可能是往左，可能是往右。当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它可能就像一辆车在雾中行驶，他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是什么。一个没有目标的教会是一个不稳定的教会，因为这个车在雾中行驶它不可能会往直线行，很难趋于这个直线行驶，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看不清目标，他不知道所以当一个教会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他不可能是举步向前笔直前进，他不会，他一定会什么？他一定是歪歪曲曲可能往左，可能往右，徘徊不定，因为目标不明确，所以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导致这个教会走差，走上其他的方向。所以在这个很多的教会当中当这个教会目标不明确的时候，教会仿佛就在这个原地兜圈子，教会仿佛就是在原地在原地踏步，没有办法发展，没有办法向前那么到底我们就要解决前面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到底这个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应当做什么？教会的目标是什么？那么教会到底它的目标是什么？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到底应该做什么？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教会生活多年，我们都不明确那么在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求这个答案其实来说不要说这个弟兄姊妹，其实真正即便有许多的传道人，他对教会的目标，你要是直接要问他的话，他也并不一定能够直接的就回答到，他并不一定直接的就能把这个答案告诉你，很清晰的告诉你。往往传道人也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教会，我们都是在这一个没有目标，在没有目标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在这里面挣扎今天你发现很多的大教会，很多的小教会，同样的都在挣扎。大教会可能从前有目标，但是现在他慢慢遗忘了目标他陷入到这个没有目标的困境当中，在这个雾中挣扎。小教会可能是什么？可能一开始就没有立定很完全的目标，所以当这个小教会在建立的过程当中，他常常的更加多的这个很多的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不知道是左，不知道是右，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一直在绕圈子那么当我反思，到底圣经当中神启示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寻找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我仔细的研究之后发现其实圣经当中早就把这个教会的目标给定义出来透过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耶稣给了教会定了2个大的目标
你把整本圣经把整本圣经关于教会的这些的部分，你全部拿出来你全部做钻研、做研究，我相信你最后一定能够归纳出今天我所要提到的这两点那么这两点是什么？这两点，第一点就是大诫命最大的诫命，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马太福音若是你把圣经打开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马太福音在新约的第一卷22章37节37节到40节，大家有没有找到？若是没有圣经的大家请拿一下圣经若是有圣经的，请把你圣经打开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他对人他对人提出了这样的一条最大的诫命这一条最大的诫命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称为神的儿女的人应该遵守的。同样，这一条诫命是每一个教会应当作为教会目标所必有的一个条件因为主耶稣怎么说？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他说并且在40节的时候他说第一个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要爱人如己，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条大诫命这一段话被这个基督徒的世界当中我们称为神的大诫命这一段经文，那么对于这段大诫命来说，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我们要把它看为最宝贵的，也是我们每一个教会要把它立为教会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准则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教会当中每一个肢体，我们将这个目标将这一条诫命看为是我们目标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才有希望我们只有每一个人都愿意遵守这条诫命，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活得像耶稣的人，你才是一个真正的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人，你才是真正的那个被称为在马太福音8福当中被称为有福的人的那个样式首先，这是第一点教会的目标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以这个大诫命为目标的这样的目标那么我概括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一点讲到了大诫命，第二点讲到的是大使命大使命也同样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大使命有没有看到？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好，若是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命令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一段经文被历代的基督徒认为被称为大使命。大使命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给每一个教会的一个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是要将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培养门徒、造就门徒，使神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广传，基督徒一代接一代的这样的繁衍，这样的传递下去，所以，若是你把整本圣经好好的归纳，你会发现神对教会的目标不亚于总结出来就是这个两个，一个是大诫命，另外一个是大使命。大诫命，他讲到的是什么？他讲到的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自身从你个人来说，你自身所需具备的条件，你需要爱主，你需要爱人，这是讲到你自身所需要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是讲到了你里面是你个人是你个人所需要操练的这就是大诫命它的坐落点。那么大使命它讲到的是什么？大使命是讲到的是你这个个人经过大诫命的这样一个操练训练之后，你要传递出去，你对外你所要做的所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什么？所以大诫命和大使命是一内一外互相呼应的。若是没有大诫命，就不会有大使命；若是没有大使命，你的大诫命就没有把它操练到最好。所以这是相互相成的。只有当你内心的世界爱主爱人，当你在个人的这个环境当中，在你个人的这个身份和这个地位，当你在这个个人的这个角度上，你能把自己培养成爱主爱人、像基督一样的人，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执行者。当你服从了大诫命，当你将大诫命作为你生活，作为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样一个条件、一个操练的这样一个必要的功课的时候，你把它操练成熟了之后，完全像耶稣基督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完成大使命，才有可能走出去广传福音，才有可能走出去培养门徒。相反的来说，若是你大使命、你的大诫命操练得很好，但是呢，你总是走不出去。虽然你自身的操练很有果效，自身的操练非常像主，但是呢，往往你在大使命上面呢有缺乏，你走不出去。你不能够像耶稣基督托付给12个门徒当时那样，要他们将这个福音传递到万邦。若是你做不到这里，说明什么？那个说明你在大诫命的操练这个问题上面，你还需继续，因为你还没有完全。这个两点完全是相互上调的。当你操练了这个大诫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有这样一个内在的动力，叫你去完成大使命。当你想要去完成那个大使命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体现了你的大诫命已经操练成熟了。我们仔细的再一次的来回想这个两条诫命，一条是大诫命，一条大使命。当你成为一个爱主的人，的时候，你一定会以耶稣基督的爱去爱别人，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爱人的人。当你是一个又爱主又爱人的人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愿意委身在神家里的人，愿意服侍在神家里的人，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矛盾的。当你是一个爱主爱神又委身在神家里的人，你一定心里有这样一个火热，要将神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传递给外邦人，传递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传递在那一些在撒旦的控制权力之下的人，那些人在罪恶的捆绑当中的人，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热切的盼望，有这样一个负担，要让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有了大诫命，
你一定会自然而然的去执行大使命。当你有这样执行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冲动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热心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激情的时候，那么说明你的大诫命已经操练到一个程度了，已经操练到一个神盼望的程度，神希望你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当我们回头再继续来看大诫命和大使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他自身操练要爱主爱人从他个人来看的时候，这需要一分摆上对一个人来说，这需要一分完全的委身我们今天要谈到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他所担当的使命若是你要完成神交托给人的这样一个大诫命，你需要委身。什么叫委身？委身就是摆上，委身需要摆上我们常常说爱神，爱神并不是一件空话，爱神并不是一件随便说的话，说过就忘记了，并不是。爱神往往是需要我们摆上时间，往往需要我们花上力气，往往需要我们摆上我们的金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能够体现你这是爱爱不是放在嘴上的，爱是往往是借着行动体现出来的言语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但是往往还要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如果有一个人说他说我爱主，可是什么呢？他从来不去教会，你说这个人会爱主？他虽然满口说的是头头是道，口若悬河，他说我爱主，但是从来他都没有摆上过1毛钱为了教会你认为这个人是爱主的吗？常常我们听到我爱主，教会当中有许多人声称我爱主，我爱主但是什么？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在教会的服事上面，他从来没有出过一分力。所以主耶稣对这样的人说，在末了的时候，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着你的名去传道吗？主啊，主啊，我不是奉着你的名去医病赶鬼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对不起，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对不起，我从来都不认识你。这是一个今天对我们众人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今天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在摄影，在这个视频前面，在网络前面在座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警醒。我们警醒，你是不是遵行了大诫命？你是不是把神托付给你的这条大诫命，你牢牢的遵守了？若是没有，因为若是没有你回想在过去的这些的年日当中你没有遵守大诫命你虽然嘴巴里说我爱主，我爱人，但是你完全没有摆在行动上面。我希望从今天开始还来得及，因为为什么？主耶稣还没来离末了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你可以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效法主耶稣所托付给你的这条使命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大诫命大使命。大诫命讲完了，讲大使命。大使命，若是一个教会遵照大使命所行，就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教会，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教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教会。当一个教会它满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满有这样一个信心去遵守大使命的时候，广传福音的时候，建立门徒的时候它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教会。我们看到大使命当中主耶稣亲自的给出3个方面，3项任务。他要求你训练门徒。大使命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什么？就是叫你的训练门徒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要施洗
还有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导他们遵守神的教训。所以当我们将整本圣经关于神托付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将它归纳起来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大诫命和大使命就是神托付给教会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光光给传道人，这个责任是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当我将整本圣经好好的去研究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福临圣道堂，我们需要提出我们教会自己的教会目标。所以我在整个这版圣经当中依据大使命和大诫命之后，我就将我们教会的这个目标，我总结出成为16个字。16个字，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所要遵循的，按照神的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从大使命和大诫命当中，我们将这个目标把它概括出来，成为16个字，成为整个教会的这样一个目标。从前我们教会也是在一个没有目标的情况当中，我们很迷茫。我们的车开在雨天的这样的一个大雾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知道左，我们不知道右，我们走了很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看清目标。所以今天这个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整个教会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16个字叫什么？叫爱主爱人，完全委身，振兴教会，圣道传。这个就是我们教会16个字的方向，16个字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16字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为什么要叫爱主爱人，完全委身，振兴教会，圣道传？我们需要带领人来到耶稣的跟前，并使他们成为爱主爱人、完全委身的基督徒，装备人在教会中参与事工，从而振兴教会，并且进入这个世界，将至圣的道传扬天下，以此来荣耀神的名。这里就是我们教会这个目标的这个总的纲领的解释。带领人来到耶稣跟前，使他们成为爱主爱人、完全委身的基督徒，装备人在教会中参与事工，从而振兴教会，并且进入这个世界，将至圣的道传扬天下，以此来荣耀神的名。清楚的目标，帮助教会专注。聚光灯有很强的力量但是这个光如果是分散闪光只有一点热量都没有。比方说，放大镜可以聚集太阳光使树叶烧起。放大镜，当太阳照射的时候你把放大镜放在太阳底下，的时候，让它的光线集中于一点的时候树叶枝张都会烧起来。但是如果就是普通的太阳光，你没有借助放大镜，就让它照在身上，你有没有发现它会被烧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你衣服会烧起来？因为什么？光线没有被聚集。当光线聚集的程度更高的时候，就像雷射光激光它能够切割钢板。所以如果当教会目标清楚的时候，它就能够专注。当你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但是什么？你能够看清楚你远方的方向你能够知道这条路的路向是怎么走很简单。当你在雨天开车的时候，如果你的车里面有一个 GPS， 它能够显示这条路的这个弯曲程度你虽然看不清楚，
你看不清楚远方的情况，但是你知道这条路你当如何行能够到达终点。你同样什么不会偏左偏右，你同样知道在什么时候该转弯，在什么时候该直行。常常你会听到教会里有这样的人说：“我们应该做这个，我们应该做那个。”许多的建议都是非常好，但是往往这些建议都不是教会的重点。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就在于教会的目标没有清楚。如果教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能够很好的避免这一些的问题。如果教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目标来衡量教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满足神的心意，满足神设立这个教会的目标。如果符合这个标准，就做；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放一放。今天的很多教会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往往都是和目标没有太大关系。虽然做的不是个坏的事情，但是它浪费了太多的资源和人力。特别是小教会，常常小教会像我们这样规模的教会，我们常常把自己卷入很多的这样的活动，很多的事件节目当中。这些的活动和事件非常好，很好，本质是很好，但是这些的活动和事件是不是真正的和我的目标相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蜻蜓点水，我们只是蜻蜓点水。蜻蜓点水是什么？就做做表面，不深入。今天我在这里把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重申。这个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借助神对教会托付的大诫命和大使命，我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希望这个目标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这样一个前进的目标，成为我们教会努力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这个16字前面8个字就是大诫命的浓缩。大诫命要你的就是做到的是什么？就是要叫你成为一个爱主、爱人的人。做到这2点，你需要完全的委身。所以这个前面8个字就是爱主、爱人，完全委身。那么后面的这个8个字就是讲到了大使命的部分。大使命的部分是什么？是要我们通过你我的摆上努力，我们振兴教会，将这个神的话传扬天下，就是振兴教会，圣道传扬。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牢记住神托付给教会的这个2条使命。一个是大诫命，一个大使命，这就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如果从前你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从前你没有好好的认识到，没有明确教会目标的时候，今天不晚，重新的重整你对教会目标的认识，重新的明确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在你今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在你今后的在教会的参与的这个当中，侍奉当中，你将这个目标体现出来，以这个目标为衡量你做事的准则，成为你侍奉的原则。哪一些事情是符合这个目标的，哪一些事情是不符合这个目标。有些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好，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好。
但是可能呢，它并不是符合这个目标啊。那么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暂时放远。有些的事情啊，做起来非常累，但是它是符合教会的目标，我们就需要摆上时间，我们需要将这个事情摆上来做。瑞克沃人啊，马鞍峰教会，瑞克沃人的马鞍峰教会啊，他在他的这个日记当中写到过这样一句话啊，他说他们的教会非常大，几万人啊，但是呢，他发现哦，虽然许多年过去啊，几十年过去，教会的士气啊，气势还是非比寻常的高昂，气氛很和谐啊。他就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啊，他就去仔细的观察为什么是这样啊，他发现这样，人们为一个伟大的目标一起工作，当人们啊为这个伟大的目标一起工作的时候，就没有时间为一些琐碎的事情争闹不休啊。他说，如果啊你设想啊一船的人，如果大家都忙着摇桨啊、划桨，你就没有时间去摇摆船只啊。他说他们在经历这样大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同时，为什么还能够维持一个温馨和睦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啊？这个关键就是在于他们所有的人都委身于同一个目标啊，所有的教会的每一个人啊，都委身于一个目标，就是他们教会的目标。所以什么？当众人都在摇桨的时候啊，都在划桨的时候，没有人做其他事情，摇摆传承啊。教会也没有矛盾，教会也没有分裂，因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啊，没有时间说闲话，没有时间什么看你的缺点，看他的缺点，因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都在前进。这是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啊，明确教会的目标啊。今天我要分享第二点。首先讲到的是明确教会的目标，第二点是讲到的是明确人的责任，明确人的责任啊，明确人的责任，明确人的责任啊，后面一横破折号，永远记得要去传福音啊，永远记得要去传福音。每一个信徒啊，他的责任之一，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之一啊，就是一旦我们重生，我们就要成为好消息的传递者。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后书啊，我们大家打开了哥林多后书5章19到20节，你看看怎么说。哥林多后书5章19到20节。好，我们翻到了一起读啊。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你知道这段话他讲的是什么？他讲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啊，已经重生的基督徒啊，就是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替基督啊，去求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接受神的爱，与神和好。因为什么？神已经与我们很和好，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你知道？你看这个保罗在讲这句话，你看在说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
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你的责任就是什么？替基督去求谁啊？求那些没有信的人啊，为了要让他们与神和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劝勉众弟兄众姊妹说什么话啊？同样的，你知道耶稣他说什么话？对于你的责任，耶稣是怎么说的？请把圣经打开，约翰福音15章8节。约翰福音15章8节。约翰福音15章8节。有没有翻到了没？翻到了啊，15章8节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啊，15章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啊，15章8节哦，主耶稣他这样说，前面是保罗他这样说，他说你的责任是什么？要传福音，啊，要求那些未信之人与神和好啊，保罗这样说。主耶稣的要求比他更高啊，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不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啊。他说什么？你们多传福音啊，领人归主啊，我的天父就得荣耀啊，并且这个也证明你们是我的门徒啊。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成为神门徒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看你有没有果子啊。今天啊，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不是说他条件不是说你信主多久，哎，他没有说你信主多久，也没有说啊你来教会多久，啊，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他看你有没有结过果子啊。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门徒，要看你的果子。他的要求很高，一个不结果子的侍奉，并不荣耀神。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若是你信主很多年，但是你从来也没有传过福音，也没有带领人信主，你是不荣耀神的基督徒。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明明确确、真真实实对着你说。而一个结果子的侍奉，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他能够证明他是真正的神的门徒。所以啊，如果你要成为神的门徒，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一定要满足这个必要的条件。这个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啊，我问大家，是什么？结果子，是结果子是吧？好，那么信徒的果子就是另外一个信徒。好，所以你就知道啊，结果子的重要性啊。同样，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大使命，它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告诉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要出去传福音，要结果子。啊，这个第一点，我们前面第一点已经讲过了。啊，最后啊，我有这样一个思考啊，我们每一个人思考一下，你是否想过，为什么神在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还要把我们留在地上，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经受这样的痛苦、挣扎、忧伤、罪恶？为什么他不把我们直接带到天上被提，直接到天上，免去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啊？因为什么？我们同样可以在天上敬拜啊，在天上祷告啊，对不对？在天上聚会啊，在天上听神的话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我们就直接就上去嘛。信主的那一天啊，洗礼收好就被提，就上去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其实是更加美好？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一系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天上做。为什么？啊，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挣扎，我们要受到很多的这样的熬炼、试炼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痛苦，我们时候会忧伤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直接到天上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啊！当我仔细思想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啊，在天上还有2件事情是你我不能够做的。在天上有2件事情啊，只有我们在地上能够做，在天上能够做。我相信啊，其中有1件事情就是神的心意。在天上有2件事情是不能够做的，只有在地上能够做。你知道那2件事情是什么？一，犯罪，犯罪，我们只有在地上可以犯。在天上是完全圣洁啊，在那个至高之处啊，是没有任何罪啊。还有1件事情就是什么？向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这个2件事情是在天上不能够做的。在天上是吧？没有不信主，全都是信主，只有信主的人能到那边去。我相信神的心意就是什么？将我们这些信了主之后的人留在地上，他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完成了第2件事情，啊，就是完成那个第2件事情，向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传福音。否则啊，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早就把我们接上去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地上啊？为什么主还没有来？就是等待这个数字到，得救的人数到了之后，他就要下来。今天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够。今天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我们在天上不能够传福音。这样的一个特权，这样一个特殊的权利，在天上居然不能做，只有在这个地上能够做，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荣耀啊！这件事情我已经前后都说了，无论从大使命的角度告诉你，这是神在升天之前最后一刻，他交代众人的最后一件事情。说完这句话，他就升天了。交代完这件事情，不久就升天了。啊，为什么这么最后的这一刻啊，是最关键的时刻啊！往往在这种时刻的时候，人们都将最重要的事情讲出来。主耶稣就把这样一件事情讲出来：你们要广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同样啊。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我们也看到啊，他告诉我们，你成为一个门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是要看你这种果子。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有一个任务，都有一个使命，都有一份责任，就是要结果子，要传福音。这是我提醒啊，无论是在视频前面，在网络前面啊，在今天福临圣道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劝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啊，记住你的使命和责任。今天分享到这里，首先要明确教会的目标啊，你从前可能是模糊的，你可能是就像这辆车开在雨中。你开在雨中，你还没有 GPS 啊，
怎么办？啊，停下车，把 GPS 拿出来放好。啊，是你要做的。明确教会的目标，你就知道应该如何服侍，应该做什么，啊，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调整。第二点，讲到的是明确个人的责任，啊，永远记得要去传福音，因为这件事情在天上不能做，这是神托付最伟大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给我们，最重大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责任，否则他不会在最后一刻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最后一刻他并没有交代门徒说我在哪里，哦，还存了一点钱，啊，你们可以把它拿出来。啊，也没有告诉门徒说啊，你去买哪一块地，以后它会升值，啊，没有跟他说，他也没有跟门徒说啊，门徒没有跟他说啊，你们啊要到哪里去打鱼，因为那边鱼以后会很多，啊，他没有这样说，啊，他说的是什么？看，很奇妙的是，他交代他们要去传福音，啊，但是当我们今天反反复复的在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件事情到主耶稣再来之前，啊，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能够做的。今后有一天我们同在这个天堂的时候，啊，都在神的国度当中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做这件事情。啊，好嘞，愿神祝福啊，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听了这个道。我们都要去实行。无论你现在在哪一间教会，请你明确你们教会的目标，好好的调整你个人的做事的方式方法，好好的按照这个目标去维持你这个教会。今天你若是已经好多年没有传福音了，啊，你可能已经是一个属灵的懒惰人了，啊，你可能很多年啊，你都没有向人开口了。啊，我希望你今天回去好好反省、反思，将神的道啊，将神的话啊，再一次的装备好自己，把这个话传递出去，啊，把这个福音啊传递到你这个身边周围的人，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